罪战听旨。奉皇上旨意，宁古塔尔苦寒，守军不义，凡获罪官眷中适龄女子，皆配戍边将士为妻，生死同往，不得有违。钦此。按军功高低，自前往后挑。那个红椅子过来。第二个，专挑年轻白净的少女。青青，你不往前去，钱钱总在城里有屋子，月俸30两。挑你的是他们，不是你挑他们。你挤到前排，也得人家点你的名。吵什么吵？都给本官老实站着！他不挑了，罪女还能不挑？站住！罪女私自出列，杖20。监军大人，奉旨配婚，是罪女自己挑，还是将士自己挑？你过去，挑完立刻回队。挑错了，杖30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征。军职？吴州长。我选你。老陆，他选了老陆。苏青青，你这是何苦？嫁个穷鬼，还不如让监狱罚你30杖。我养不起你。夏言老娘要喝药，妹妹要吃饭，我欠着军饷债，冬天屋里漏风。陆武长，谁说要你养？我会种地，会持家。你娘的药我治，你妹的饭我做，你的债我替你还。选我，不亏。定。陆征，伍长，第3营第7队。罪女姓名？苏青青。成了，下一队。罪魁祸首的女儿，等着看你冻死饿死吧。开春再来看。跟得上吗？跟得上。往哪儿走？城东军护屯。老陆，你这穷小子娶个嫡女回去能养活吗？再过2个月青黄不多，看你怎么办。听说是京城御史家的嫡女，犯了案流放下来的，嫁给老陆，可惜了。你走慢点儿。你脚冷不冷？冷。就这些。征儿，娘，我回来了，人我领回来了。婆婆，您可得听，您坐着。姑娘，我们家穷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婆婆，是我自己挑的她，我叫苏青青。青青是个好名字。你叫什么？陆念秋，我12，不识字。以后跟我学认字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婆婆，我不怕吃苦，屋里冷成这样，怎么没烧炕？家里柴不够，要省着，等哥回来再烧。家里就这些粮了，过几天领军饷再添。你领多少军饷？够一家4口吃几天？半钱银子半食粟米，1冬发1次，能撑20。烧火。那是什么？腌菜末，京城带来的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！我活了52年，没喝过这么香的粥。嫂嫂比过年的粥还香。我已经半年没吃饱过了。征儿，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。我喜。你看那块地干嘛？地冻得跟铁一样。黑散土，肥力足，开春翻好，能打出好粮。这一片地加上屋后这块，又通多少亩？屋后3亩，那边连着的荒地10亩出头，没人种，长着杂草和小松树苗，离屋远，草根扎得深，翻不动。现在那块地是谁的？登记要钱吗？没主，谁开垦谁的。先去屯长那儿登记，1亩1钱。屯长在哪儿？我们去登记。现在。青青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怎么过这日子？没全想好，但我知道第一步先种地。陆征，你信我？信。老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你来干啥？这就是新嫂子，快进来烤火。登记乌偶那片荒地10亩1两，再还陆征的军饷债3两6钱。你来还债，哪来的钱？我嫁妆，京城带来的最后一点。那块地不好种，草根扎得有半尺深，屈远离都离不动。我们有办法。老陆，你媳妇儿这话你信不信？信。哼，开春前把界桩立好，2个月内动工开垦，要不这地就废了。多谢周屯长。别谢我，嫂子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这宁古他，看你能干就服你，看你不能干就裁你，立得住立不住，
就看开春那一关。屯子里会做木工的有几个？开春我要做曲园梨，按图样做。行，开春你要做的时候来找我，我给你找人。青青，你那3两6钱是你嫁妆。以后我还你。不用还，这是我们家的事。你穿上。你不冷？我比你皮糙。征儿，你们这么晚？我也回来了，婆婆去屯长那儿了。今晚把炕烧起来，柴多抽2块，明天我去山边再捡。今晚就过年，婆婆冻着了。柴是过年的。婆婆洗脚，念秋，你扶着婆婆。烫，适应一下。婆婆这脚得每天泡热水，明天我给您熬药。念秋，你过来也泡一下。嫂子先泡。我泡过了，泡过来。你过来，忍着，一会儿就不烫了。半袋俗米加上军饷半担，3两6钱碎银还了债，登记了地，剩下不到3广。一只不下蛋的瘦母鸡，屋后13亩地。婆婆眼疾能治，念秋能干活，但太瘦。陆征有力气，但别人看不起他。要想把这家日子过好，不得不用我的灵田。灵田每天能取1勺灵泉水，用完次日才能再有。泡过的种子发芽率高出3倍，生长速度也快1倍。虽然灵田是死的，不能让我无所不能，但真正活的是我脑子里前世20多年农科院的记忆。第一，备种；第二，备肥；第三，备工具；第四，备外快。宁福台西边黑松林，桦树皮做焦油，松脂做松香；东边20里盐碱地，开春取雪盐。化冻之前，先做老山土路。你怎么不喊我？你今天有军务，早点过来，立完戒庄你好回去。我来。拉绳，你拉那头，我量。狼隔得远，多远？1里路以外，你拿着。狼会跑这么近？开春前最恶，屯子里隔3差5就有狼下来。这10亩，你真打算开春全种？全种，3亩粟米，3亩豆子，2亩早熟稻，剩下2亩种菜。种不出稻子。能种，我有早熟的种子，生长期90天，赶在霜降前收。你今天有什么军务？校场点卯，跟队去山边巡逻，路上小心狼。你想我这里？什么时候揣的？随路过周屯长他家做窝头，我换了2个。本来想我哭闹后悔，给我留着红窝。留着早上吃，等会儿用粥泡一下。嫂嫂，家里没有水了，我去打水。去吧，慢一点。水呢？井边人多，我没打上。桶里为什么有血？路上摔了一跤。念秋，看着我说。嫂嫂，真没事。谁弄的？没人，是我自己摔的。是李铁柱。谁？屯西李家的儿子，14岁，他爹以前当过总持，后来伤了腿。他赌你做什么？他们往桶里塞血，不让我打水，还说咱家点不起灯油，喝雪化的水正合适。他们还说嫂嫂撑不过半个月，还说陆家迟早没人护着。还有呢？他们逼我吃血，吃完才让我走，我没吃多少，就一捧。以前也这样。多久了？我记不清了。哥哥去营里，他们就常这样，抢过桶，也抢过窝头。冬天还把血塞进我领沟里，我回家发了一晚上热。为什么不告诉陆征？李家大伯当过总旗，他们只说小子玩闹，哥哥若动手，营里还要罚他。嫂嫂没事的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先吃饭，吃完跟我去周屯长家。嫂嫂，你要去告状吗？不，去立规矩。新嫂子又有事儿？有，陆征户已登记屋后10亩荒地，界庄也立了，按田律已登记私田，界内不得擅入。入界回草采苗偷青者，按青田论。眼下天寒地冻，哪来的苗？开春会有，规矩要先立在前头。谁惹你们了？我想请周屯长今日写一张告示，张榜全屯，
陆征户10亩荒地，已登记已立界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，擅入者按侵田、偷侵论处。你这是要拿地护人？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活人没规矩户，就用死地的规矩户。哼哼，刑部出来的姑娘说话就是有意思。成，我给你写。陆征户新登记荒地10亩，自今日起，界内不得擅入，毁界、采田、偷侵者，按律处置。哼，陆家那破地儿，草都不长，谁稀罕进去？明儿还堵陆念秋，他那新嫂子不是能耐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耐到哪儿去。陆念秋，今天怎么不走井台？怕了？拿来，给我看看桶里有没有血。你还敢躲？站住！站住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。我们又没干什么，就是跟他闹着玩。昨日屯长张榜全屯，你看了吗？看了又怎样？陆征户已登记荒地10亩，自今日起，界内不得擅入，擅入者按侵田、偷侵论。这雪地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偷东西。入界即犯，律例先看界，再看物。你们4个追陆念约，追进我国私田，便是擅入。铁柱哥，我娘说擅入私田要挨罚，我们是小孩犯错，父母担责。你爹当过总旗，应该比你更懂规矩。现在给你们3个选择：一，现在当着念秋的面把事说清楚，现场认错；二，送去周屯帐里按告示办，父母担责；三，照规矩处理。每漏一桩，日后我查出来就按一桩20文赔偿。我说，账册。说，抢木桶几次？7次。还有，往桶里塞血3次，堵他不让打水4次。还有，抢窝头2次。继续记。往他领塞血1次，拿树枝碰过他腿2次，骂他家没人护很多次。很多次算10次。7桩，一桩20文，140文。我没有钱，回去找你娘要，那你自己想办法。我娘不会给的。3日之内送到陆家，送不来，我带着账册去李家，当着你娘的面一桩一桩念，顺便问问他，那句陆家新媳妇撑不过半个月，是他教你说的，还是你自己编的？我送，我一定送。你们呢？我们也送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走。怕吗？怕，可是不像以前那样怕。记住这个感觉。怕没关系，怕也能站着。嫂嫂，我以前是不是很没用？不是，你以前是没人教你怎么还手。走，打水。孩子的账算完了，大人的账还没算。他娘那句撑不过半个月，我记着。开春前，我和他还有一笔账。走，打水。怎么？那是刘嫂子，她男人是把总。哦，哎呦，这不是陆家新嫂子吗？京城来的嫡女，也来跟我们这些粗手粗脚的抢球水。刘嫂子，你这话说的，人家可是嫡女，哪能叫抢，那叫屈尊。就是，咱们赶紧让让，别动着人家金贵的手。听说陆子家昨梵天还了5军甲债呢，嫂子嫁妆厚得很，怎么没多带几担米来？带银子有什么用？这地方银子又不能下锅。嫂嫂，要不咱们等会儿再来？念秋啊，你哥这媳妇儿能待几天？我赌1个月，你赌不赌？怎么，陆家嫂子有话说？有，我刚来屯子，许多规矩还不熟，正好向刘嫂嫂学学。这就对了，新人嘛，京城那套娇气在咱这儿行不通。是，那我先学第1条，屯子公井是按谁家男人均值高低用，还是按先来后到用？自然是先来后到。那好，刘嫂子这桶水打满了却没提走，反倒横在井口上。按规矩是还没打完，还是故意占井？我跟几个嫂子说句话，碍着你了，碍着我打水了，也碍着公井的规矩了。哟，京城来的就是会说话。你一个刚进屯子的新人，倒教训起我来了。陆家穷的炕都烧不起，你先把自家日子过明白，再来管别人家的规矩。刘嫂子家男人是刘把总吧？是又如何？刘把总月饷3000，按今年均银扣2成，10领2400，加上东粮皮货木工折银，移东进账少说6两8000。可刘嫂子家去年腊月还跟周屯长借了8000周转，今年一直没还。周屯长账册第3页第5行写得明白，
留把总户，腊月23借银8000，约定正月15归还。今日腊月初9，已拖了快1年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一个新来的，知道什么账？昨天我在周屯长家还陆家的军饷债，账册翻开时看了一眼，不巧，我记性还行。哎呀，新嫂子，大家说笑2句，你何必这么认真？说笑。刘嫂子方才说我嫁妆后，还问我怎么没多带几担米。这话要是闲聊，我听听就算了。可公井是全屯共用的地方，军户嫂子聚众毒井刁难心腹，传到屯长那里，不太好听。你少拿屯长吓我！我不用屯长吓你，我嫁妆不多，书倒有几本，大英律里头写得清楚。军户家眷在公井、粮仓、柴场等公用之地聚众滋事，轻者罚10文，扫屯中主到3日；重者报营中，连累家中军户。你别乱扣罪名。所以我说咱们先按规矩来，不按律例来。刘嫂子，把桶挪开，我和念秋打完水就走，不耽误你垂衣裳。念秋，打水。哎，各位嫂子，我先来敲你。我从京城带了一份腌菜方子，不费油，不费肉，只用盐水和一点山里能找的草叶，腌出来的菜能放1冬，不烂不酸不生霉。半坛子我换2斤粟米。真能放1冬？能。半坛子就2斤粟米。头3家按这个价，后头再来，就看盐贵不贵了。你那方子真是京城带来的？刘嫂子若要也能来，不过头3家的价是2斤粟米。刘嫂子家欠周屯长的还没清，我不删。嫂嫂，你刚才说的大义律里真有那一条吗？没有，他不识字。以后你识字了，别人拿书吓你，你就能自己翻开看。嫂嫂，我想快点识字。成，回去除了米，再教你一个字，账。老陆在家不？嫂嫂，是赵叔。嫂子，哎呀，老陆真把媳妇儿娶回来了。你是？我叫赵铁牛，是老陆的兄弟，跟他一个队的。昨天听说老陆领了个媳妇儿回来，新嫂子从京城过来，肯定缺东西。我家里头有几样粗笨的，今天给嫂子送过来。你这是？嫂子，老陆这人不会说话，可他对兄弟好。早些年他爹死的时候，他娘的眼睛也是那娘熬坏的。老陆16岁就出来当兵，硬撑着养他娘和念秋。他欠的那军将债是当年给娘抓药借的，他这些年苦着呢。他昨天回营跟我们说娶了媳妇儿，我们都说他骗人，他那德行谁能看上他？后来我听说是京城来的嫡女，嫡女从京城过来，肯定什么都不顺。我家也穷，没啥好东西，就这几样。老赵，这些东西我收下，多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你今天有军务吗？没，今天我轮休。你怎么来了？送点东西给嫂子，进来吃饭。嫂子，这粥好吃就多喝。老赵，你说你跟陆征一个队，你们队里现在多少人？原本155个人，去年冬天冻死了1个，跑了1个，现在剩3个，连我。你们队管什么？管东边山脚那一片巡逻，防狼防熊瞎子，偶尔有北边过来的探子，我们也得管。为什么人会跑？军饷克扣的厉害，本来一冬天发半钱银子，去年发了4，扣了多少？说是上头要修城墙，扣了1半。你会做木工吗？略懂一点。我爹在世的时候是个木匠，我跟着学过几年。能照着图样做曲园梨吗？曲什么？一种梨，开春翻地用的。我有图样，你做不做得出来？嫂子，您画给我看。念秋，拿炭笔，再找张破纸来。嫂子，这梨园子怎么是弯的？弯的好用，你看，直圆梨，受力全在牛肩上，牛吃力，土翻的浅；曲圆梨这一弯，受力分散到梨盘上，牛省力，土翻的深。一头牛一天能翻3亩。嫂子，你这梨要是真能一天翻3亩，那这屯子里所有人都得用你的梨，所以我才让你做。开春之前先做3架，我家用1架，留2架。做工的钱我按市价给，不亏待你。嫂子，钱不钱的，先说做不做得出来。我先回家试2天，做个小样出来给嫂子看，做得出来再说。成。老赵，老陆，做，按嫂子说的做。嫂子，那我先回了，我这就去试。嫂子，您这粥明天我能再来喝1碗不？能，多带点你家里的木屑过来，开春有用。嫂嫂，要木屑做什么？物肥，木屑加灶灰加厨余，发酵1个月是好肥。念秋，从今天起跟我学认字，学算账，学沤肥，学变种子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晚上回来路上小心，穿上。你也冷？屋里有炕，不冷。青青，
今天那10亩地，你确定要全开吗？确定。需要人手，1个人1天，撑死开半亩。10亩地，开春化冻最多1个月，要10个人。老赵算1个，你队里那2个，剩下的算2个，加上你和我5个，还缺5个。屯子里愿意帮工的，得给工钱。给工钱，开春之前我会把钱想办法挣出来。怎么挣？乌拉鞋，屯子里1双乌拉鞋得多少钱？新做的，1双20文。能用多久？半个月。我做的能用3个月，卖30文，1双多10文，1东1家省好几双钱。我做100双，3两银子，够请人。你会做入廊？会。桦树皮哪里来？黑松林边上多的是，你下次巡逻路过黑松林边，给我拨一些回来，要厚实的，没虫眼的。包的时候留下树皮内层，外层别要。成。青青，我以前没碰见过你这样的。你以前碰见的女子是怎样的？哭，屯子里那些军喜到这儿就开始哭。我不哭，我没工夫哭。陆征，你别整这些没用的，赶紧去校场。粟米半袋约25斤，盐半罐约1两，油没有，布3尺6。清完了。嫂嫂，肥用的多吗？1亩地大概300斤，我们要开13亩，3900斤。嫂嫂，那1个木桶哪够？不止1个木桶，我们要堆10个大坑。10个？10个。哦。就是这个。这就剥了。路上顺便，今天巡逻路过黑松林边，挑的没虫眼的，外皮要剥掉，今晚我处理。你今天在家忙什么了？清点家底，开始沤肥。念秋跟着我学。念秋也开始做活了。以后这个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儿。我烧火。拿炭笔，下面这一行要平，上面这2点要对称。青青，婆婆，念秋是个好孩子，你别嫌他笨。婆婆，念秋不笨，她写的第3个字比头1个好多了。明天处理画梨皮、乌拉鞋的样品。念秋继续学字，剪腐叶扩沤肥，钉曲远炉小样。你几时起的？寅时。才睡2个时辰。不困。你呢？今天有事？早上要去校场，我替你削。你削过桦树皮？没。那你看着，刀贴着接缝走，不能用力，用力就破。给我。用力了。你削这2卷，我去看炕。嫂嫂，看什么呢？那条河。那是老河湾，冬天冰面都冻死了，夏天倒有人捞鱼。冬天也可以捕鱼。冬天还能捕鱼？书上写过，鱼在水里又不会冻死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冬天冰面这么硬，怎么捕鱼？念秋，去，回家叫陆征和赵铁牛来，让他们拿柴刀。好。前世农科院的时候，我看过一本北方渔业资料。真正的东北东捕，并不是乱凿冰，要找深水窝，看冰色，看气泡。鱼儿冬天活动少，却会聚集在深水区。只要找到位置，起鱼比夏天还容易。这里。嫂子，你想捕鱼？这里，走。这能行？书上这么写的，试试。苏青青，你不会真想在冰里捞鱼吧？
京城来的嫡女就是不一样，书读多了什么都敢信。鱼要这么好抓，大家我发财了。要不算了。急什么？还有2个洞。苏青青，你看的书不会是假的吧？最后一个，拉。挂石头了。我来。我的天！嫂子，好多鱼，好多好多鱼！嫂子，这得30-40斤了吧？这能卖多少钱啊？切，不过是运气好，碰上鱼窝罢了。那你也去碰碰，看看鱼窝认不认人。说的对，玉娘你也去碰碰，看看鱼认不认你。青青啊，你家刚还完债，这些鱼拿去卖吧，能换不少粮食。婆婆还得喝药呢。是啊，你家日子也不宽裕，留着换钱最实在。现在是不宽裕，可不会一直不宽裕。我捕鱼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屯子里的人都不好过，我们家也吃不了这些。我拿回去几条，剩下的大家都分了吧。拿回去给孩子老人补补身体。老陆家这回是真娶了个能人，可不是？开春还要种地，会做买卖，现在还会冬捕鱼，人家真有本事。鱼没了还能再抓，钱没了还能再挣，地在那儿，人也在这儿，只要肯干，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我会的东西很多，以后咱家的日子不会差。以后家里都听你的。快，你这刀工比削4米皮强。现在做什么？煮，把它搬到灶上。那是什么？昨晚扒拉灶灰从草木灰里淋出来的，这叫桦树窑油，熬出来能用半年。用来做什么？防水，要用这个油浸过，浸过不渗水不烂。要烧多久？1上午，小火慢熬。你去校场，回头我盯着。青青，那2卷桦树皮够你做几双？够20双。20双能卖多少钱？600文。我下午巡逻完，再去剥1卷。剥3卷。我还要做血布。血布？嫩皮里最细那层能纺线，比麻线韧10倍，织成布做雪鞋内衬。陆征，这宁古此的冬天，能挣钱的东西到处都是，就看人会不会用。嫂子，我来送小样了。快进来。嫂子，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样？我昨晚没睡，连夜搞出来的。老赵，离粘浆这段短半寸，再短一点，入土的角度才对。嫂子，您说短半寸？半寸。这样。对，今天就开始打第1架，不用再改了。你这小样做的不错，木料你家有吗？有，嘿嘿，我家柴垛里有几根白桦木，够做1架。白桦不够硬，离阳得用柞木，离巢最好用铁的。柞木屯子里能找到吗？屯子东边那几个老猎户家有。铁呢？铁难，屯子里没铁匠，得去城里。城里铁料1斤30文。1架梨要用多少铁？离揣那段3斤够了。90文，加造木和工钱，1架梨成本150文左右。嫂子，您打算卖多少？4000银子1架。4000？嫂子，屯子里就梨1架才2钱呢。我的梨，1头牛1天翻3亩，就梨1天翻1亩，省下2天牛工和人工，你说值不值4000？值。那就4000，你打1架，工钱50文，剩下的利你拿30%，我拿70%，图纸我。成，嫂子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打，家里铁料不够，我先去屯长那儿借点钱去买铁。不用借，这是定金，买铁先用着，剩下的够买啄木。嫂子，您家也没几个钱。老赵，这是生意，不是接济，生意要立规矩，你拿着。哎，嫂子，那粥喝完粥再走。陆征不在家，你帮我把陶罐看着，火不能大。嫂嫂，你早上做什么呢？做雾道鞋，你过来跟我学。普通雾道鞋里头乌拉草保暖，外头桦树皮和兽皮缝在一起，问题在哪里？鞋底磨得快。对，桦树皮没处理，碰水碰冰就软，用桦树旧油浸过，防水防土还硬，能多用2个月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看过书。念秋，以后你要多识字，识了字就能看书，书里头什么都有。你拿1片嫩皮浸进去，浸完拎出来挂在绳上。嫂嫂，浸完要多久？1个时辰，干透就能用。念秋，你以后跟着我做事，我教你做雪盐、蜡蜡、桦树酵油，过2年你就能自己当一摊子的家。嫂嫂，那我能挣钱吗？能。挣了钱能干什么？先给婆婆买药，再给自己做新衣裳，还能存下来，将来你嫁人自己有底气。嫂嫂，我嫁人能嫁出去吗？为什么嫁不出去？别人都说老陆家穷，我哥还欠债，我没人要。念秋，
你嫁不嫁人，跟你哥穷不穷没关系，跟你自己有没有本事有关系。你跟着我，长到16岁，能做雪岩，做乌拉鞋，能撑起一摊生意。那时候不是别人挑你，是你挑别人。真的？真的。嫂嫂，那我现在再去进2片。这就是焦油浸过的。明天就能开始做鞋。以前没人做过这个。没人，屯子里的人不懂这个。老赵把祛缨里小样送来了，我让他回去打第1架，一架成本150文，卖4000，他抽3成。成。还有件事，老赵今天告诉我，你们队里的军饷被克扣了1半。他跟你说了？说了。这事儿别管，上头扣的不是我们能管的。我没说管，我就是问问，这个上头是谁？营里说要修城墙，具体谁经手，下面的兵不知道。营里的官谁说了算？营官是张参将，但实权在监军手里。监军是谁？姓刘，叫刘德海，从京城来的，是上头督工的人。行，我去看造，长8寸，宽4寸，鞋边包到脚踝以上。嫂嫂，你这针法跟我娘以前的不一样。双线交叉，防水。我能学吗？能，你先看着，看会了我教你。乌拉草要锤，锤过的草软，塞进去脚不磨。舒服，嫂嫂比我之前那双好穿太多了。那这双就给你了。嫂子，给我。给你，明天起你穿着这双跟我去屯子里走一圈，让人看见你脚上的鞋。嫂嫂，让人看见我穿的鞋，他们就想买。嫂嫂，这鞋脚不冷。乌拉草加双层鞋底，能保暖到零下40度，舒服吗？嫂子，我把队里另外2个兄弟带来了，这个是孙大壮，那个是钱二麻。嫂子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开春帮你开荒，工钱按你定的。金乌说，开春我家要开10亩荒地，1人1天开半亩，要20个工日，请你们3个加上老陆和我5个人，每人每天30文，开10天，每人300文，管午饭。嫂子，这工钱比修城墙高多了。修城墙多少钱？1天15文，还得自带干粮。那就是2倍，但我有要求。第一，开荒期间不能旷工，除了营里有急务，谁缺1天扣1天工钱。成。第二，开荒之后我家还有别的活，雪岩、屈原犁，谁愿意继续跟着我做，按月给工钱。嫂子，我能跟着您做吗？能，但你们有营里的差事，怎么安排时间？嫂子您不知道，我们这一伍去年冻死1个，跑了1个，编制上等于废了。营里让我们出操，不指望我们打仗，每天最多耗2个时辰，剩下没事干。那就这么定，每天出完操过来干活，每天20文。成。老赵，你屈原犁那边的活儿怎么样？嫂子啊，左木我下午去借了，铁还没买，明天我去城里。行，明天我也去城里，跟你一起。你去城里做什么？明天去城里找鞋铺谈。你一个女人去城里？我跟老赵一起去。嫂子放心，我跟着。今天做完桦树皮处理2卷，怒鹿鞋样品1双，桦树油1罐，沤肥木桶1桶，定下开荒工人3个，每天工间30文。曲原犁第1架明天开始打，明天嫂嫂和赵去城里卖怒浪鞋白买铁料，我和婆婆在家继续进桦树皮锤乌拉草。你这账记得这么清楚。明天我送你们到城门口。你早上有事？卯事点完卯就有空，跟你们一起走到城里。行。嫂子，左木娘我用米换2根，扛着方便。那是谁？一同流放来的。看着不待见嫂子。他待见不待见我跟我没关系。赶路。我得回校场。你去吧，晚上回家见。你怎么又揣窝头？路上吃，城里铺子买着贵。陆征，晚上我做炖肉。肉？在城里割半斤，庆祝今天卖乌拉鞋。嫂子，老陆这人对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怎样？以前他不爱说话，1个月跟我说不上10句。昨天我说嫂子的事儿，他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没走开，这在以前可没有过。你这铁做什么用？大梨，硬的，能开刃的。这块3斤90文。孙老板，我想跟您谈个生意。姑娘说，我家要打屈原犁，开春前至少打10架，每架犁崩3斤铁，10架30斤，一次性进，您给个什么价？
一次进30斤，每斤25文，比灵脉便宜5文。20文，1斤20文，30斤600文。姑娘，这价钱我做不下来。您能？这里打出来，屯子里都要用。一架3斤铁，200户人家就是600斤铁。这600斤，您打不打？600斤是用得好，临屯也来打，至少能消化2000斤铁。姑娘，您说话算话。算话，但有个条件，我跟您定长期，第一批30斤，先付定金200文，剩下的等卖完炉回款。成，1斤20文，30斤600文，您付200文，剩下400文，3个月内结清。嫂子，您这……走，去鞋铺。买鞋？卖鞋。姑娘卖什么鞋？娜拉鞋。300多家鞋铺都做娜拉，您这一双拿过来。周掌柜，您先看，看完再说。这鞋底是什么做的？双层桦树皮，中间加一层焦油处理过的鞋衬。姑娘，这鞋能用多久？3个月。普通肉蜡用半个月。我知道。您价钱怎么开？40文一双卖给您，往外卖多少您说了算。40文，普通刀流批发价才15文。那是普通的，我这一双能用3个月，等于普通6双，批发价90文，我40文，您省50文。姑娘，您这鞋1个月能出多少双？100双。100双？您一个人？我家5个人，1个月100双。我跟您签3个月契书，每双40文，3个月300双，12000文。成，姑娘，您这契书写的跟府衙的差不多严谨。我父亲教过我读书。尺码分5种，男大、男中、男小，女中、女小，每种每月20双，总数100。成，先付1个月的一半，2000文。周掌柜，明天我送第一批20双来，等着您。嫂子，这是什么？定金。老赵，我们去割肉。割肉？今晚炖肉庆祝。老板割1斤五花，半斤排骨。好嘞。您慢走，吃好再来。老板买2颗白菜，1把粉条，1小袋红糖，1包姜片。白菜很新鲜的。您备好。嫂子，这墨多少钱？20文。我家盖房子花30文工钱呢。念秋要练识字，2就要比墨长。老赵，这是投入，不是花费。老赵，东西买完了，咱们走吧。好的，嫂子。嫂子，您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我觉得对。老赵，明天天没亮，你来拿曲园梨的钱，我先付你1架的工料钱，你去把仲木那家结清。哎。哟，这就是陆征新娶的媳妇儿。您是？我姓王，叫王九，屯东片军户都归我管。王把里，我家陆征的伍长归您管。归我管。嫂子，今天来是有件事跟您说说。您说。我听人说您家这院子里挂着不少桦树皮，泡过油的。是。做什么用啊？做乌拉鞋。卖给城里？卖给城里。嫂子，您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屯东这一片做生意要跟我打招呼的。什么招呼？按出货量给我抽2成。您1个月卖100双，给我抽20双的钱，800文，每月初1交给我。您这是按什么规矩收钱？按屯东的规矩。哪条律例？规矩就是规矩。大英律例第73条，官员不得向商户强索钱财，以职权胁迫，违者以贪渎论处，革职查办。您这要求，我能去找营里张参将告。姑娘，您这律规哪儿来的？我父亲教过我。您父亲是？曾任刑部御史，现在是罪劣，但律法没忘。嫂子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过来打个招呼，看看您家有没有困难。既然您没困难，那我先走了。王把总慢走。嫂子，您这律规，您父亲教得好。我父亲是耿洁之臣，教的也都是耿洁的话。哼。嫂嫂，那是谁？屯东绑总想抽我钱。那你给他了吗？没有。以后这种人，他敢来1次，我用律例怼他1次，怼得他不敢来第2次。嫂嫂，那本律例是真的？真的，我从京城带过来的。以后这本书你也要学。青青，你买了肉？1斤五花，半斤排骨，今晚炖肉。这得花多少钱？婆婆，您不用管钱。乌拉鞋定金到了，2000文。2000文？青青，你卖什么了？1双乌拉鞋样品，卖给城里铺子，每月100双，3个月300双。嫂嫂厉害吧？
厉害！我们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今天有课没？庆祝老德新鞋铺，每月100双，3个月300双，付2000文定金。2000文？婆婆先吃肉。嫂子，这肉好吃。青青，这肉是怎么做的？红烧，京城的做法。哥哥，今天王把总来了。什么？屯夺王把长想抽我2成钱，被我用律法怼回去了。没事儿。青青，以后这种人来跟我说一声。行，今天怼了一次，他短期不会再来。再来的话，我跟你说。今日支出：铁料30斤600文，实付定金200文，肉菜130文，纸笔墨80文，离工料钱付老赵100文。今日收入，念秋，你照着逐项约定定金2000文。没错，念秋，明天起你就是这家的账房。嫂嫂，你以后家里所有的钱进出你来记。嫂嫂，我一定不算错。你嫁过来这10天做的事，比我这个家过去5年都多。陆征，以后这种话少说。我嫁进来，你是我男人，家里要立起来，是夫妻俩一起立。青青，明天我巡逻回来晚一些。为什么？我跟营里几个老兵打听了上个月军饷克扣的事儿，他们也想问问到底是谁经手的。陆征，这事儿你先别管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时候。军饷克扣的背后是监军刘德海，刘德海背后是上头的督工。这种人，你现在一个武长去碰，没用。那什么时候是时候？等你能管这事儿的时候。现在你管，得罪人没收益。等你升上去，比如升到100户、1000户，你再管，是给上面立功。我一个底层武长，没人真脉没考，凭什么升上去？凭你能打仗，凭对你的兵有力气。陆征，开春之后，我跟你说几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军粮压缩饼，商药改良，箭草调整。你队里那几个兵，开春之后我帮你练，装备我帮你弄，3个月，让你的兵成为整个营里最能打的一队。青青，你不是普通女子。我不是普通女子，我只是知道的多一点。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有一些事要忙。这几天顾着赚钱了，有几天没看我的灵田了，也不知道我的灵田咋样了。还好灵田是自动化，要不每天都需要来灵田忙。长势不错，这样继续下去，到春耕的时候我的种子应该是够用了。再加上灵田里的水，不管温度怎么样，都会大丰收的。工料钱一价先付。嫂子，我这就回去打。图纸要保密，我们做出第10价，然后再放图纸出去，让屯子里其他木匠仿，但他们仿得用我们的铁料。30文1斤的铁从孙铁匠那儿过，孙铁匠给我们抽成。嫂子，那整条曲园堤的生意，从图纸到铁料到工钱，一头一尾全在您手里。那1年下来能挣多少？屯东200户，每户1价800两银子的生意。老赵，今天先把第1价打出来，剩下的事儿才能往下走。嫂子，我俩今天没什么事儿，过来干点活。你俩把新桦树皮浸焦油。好嘞。念秋，明天我们俩去城里，把这一批送给周掌柜。嫂嫂，让我去。你去，你要开始学怎么跟人谈生意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我跟赵铁牛在城里订了铁料30斤，先付了200文定金。另外，我跟孙铁匠订了长期供货合同，屯子里200户人家，铁料都从他那儿走，他给我们1成的中介费。中介费？我帮他卖铁，他给我抽成。你怎么想到这一步的？做生意要往前看，一价赚不了多少，但一个屯子的梨生意是几百两的事儿。还有件事，明天我让念秋去城里。念秋一个人？我跟他一起去，但生意他谈。他才12岁，12岁该开始学了。陆征，念秋这丫头聪明，让她学，将来她能撑起一摊。成。明天我顺便去趟药铺，给婆婆抓眼疾药，说要20两药钱，3个月。20两？我先抓1个月的7两，定金的2000文够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明天我休1天。行。念秋，跟在嫂嫂身后跟住，饿了跟嫂嫂说。哥，我知道。帮我照顾好念秋。放心。
念秋，走吧。哦，第一批来了，20双，请验货。好，好。周掌柜，这是第一批20双，按契书每双40文，共800文，请结账。小姑娘几岁了12。识字吗？会算账吗10，我嫂嫂在教我，会一点。给800文。跟你们家这门生意做着舒坦。周掌柜，5天后送下一批20双。成。嫂嫂，我做的对吗？对，念秋，今天你挣了800文，这800文里你有2成。2成？以后每一笔你谈成的生意，你都有2成。嫂嫂，那我能存钱了？能，你自己存着，要花要省自己定。嫂嫂，我想存起来。存起来做什么？以后给婆婆买好药。念秋，你是个好姑娘。成了。成了，800文。陆征，那边那家是什么铺子？粮行，卖粮买粮的。我去看看。念秋，你跟你哥在这儿等我。老板，你这稻米多少钱一斤？8文。江南来的，产量怎么样？产量？姑娘，您问产量做什么？我家想种稻米。稻米，姑娘，宁苦塔不纯稻米，这冷天稻米种不活。我有早熟种子，我想问您，要是种出来了，您能不能收？姑娘，您是哪家的？龙武护屯的陆征。姑娘，您要是真能种出稻米，宁苦塔本地产的稻米，我1斤12文收，多少都要。成，那等开春我们种下去，秋收的时候我来找您。哎，嫂嫂，您去那里做看粮价，开春我们要种稻米，秋收的时候要卖。这家粮行收价是12文一斤。嫂嫂，12文一斤，1亩稻米能打多少？早熟稻1亩300斤，300斤稻米3600文，我们种2亩7200文。7200文？对，念秋，开春前一切要准备好。婆婆的眼疾5年了一直看不见，3个月1个疗程，20两银子。姑娘，您要全付还是分付？分付，先抓1个月。木子在飞机眼疾是肝阴亏成治容易，5年没治是耽误了，但还能治。3个月之后能辨人脸轮廓，半年之后能看见东西的颜色。拜托黄大夫。每日2次温水送服，不能再受有烟熏。好。嫂嫂，我们带的钱还够吗？够，还剩800多文，路上买点别的。买什么？衣服。婆婆和你的衣服都太薄。老板，有12岁女孩子和50多岁婆婆穿的衣服吗？有20文，暖和好看的。有。走吧，娃娃去试试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穿着吧。把那件衣服帮我包起来吧。慢走。念秋的衣服真好看。谢谢哥哥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婆婆在家该着急了。哟，这不是苏青青吗？玉娘，你嫂子带你来城里买新衣服了？苏青青，你嫁的那个陆征不是欠着5两银子的债吗？你家穷的连米都吃不上，你今天在城里是赊账买的？念秋，把账本拿出来。你问我赊账没赊账？我今天进出宁古塔一趟，光银钱就走了将近1万文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论我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怎么1万文就算多了？以后我赚的会越来越多。玉娘，半个月前我们一起从京城被发配过来，选期台上你抢着站到最前面挑了个把广。你那天跟我说，从今往后我是要在屯子里讨饭的，我没接你那句话。今天我跟你说一句，我从嫁进陆家到今天整整11天，这11天里，我立了荒地借庄，我改良乌拉鞋，跟城里最大的鞋铺签了3个月12000文的契商。我给婆婆抓了药，3个月能看见东西的轮廓。我给念秋做了新衣裳，明年开春她要识字学算账。你呢？你那位把总对你好不好？玉娘姨，你脖子上……闭嘴！玉娘，别冲我妹妹大喊。苏青青，你别得意，你那是头3个月新鲜，等你那卖不动了，陆家照样穷。
等你新鲜劲儿过了，你照样跟我一样。玉娘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你信你那位把总，那是你的事；我信我自己，那是我的事。今天我不跟你争什么，但你以后别在念秋面前说陆家的话。还有，你脖子上那道印子，回去拿冷水敷，再用细盐揉一揉，3天能下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父亲是刑部御史，验尸断案用的多，这种掐痕他接手过的不下白起。掐这道印子的人比你高半头，左手发力，是想让你说话，又怕你嚷出来。以后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。陆征、念秋，走，我们回家。青青，念秋，婆婆，我们回来了。嫂嫂给您抓药了，黄大夫说3个月就能看见东西的轮廓。婆婆，每天早晚2次温水送服，3个月之后您能看见轮廓，半年之后能看见颜色。婆婆，嫂嫂还给咱俩买新衣服了呢，半年之后就能看见我们了。青青，这药和衣服钱我挣的。婆婆，您安心养病，这家以后我撑着。青青，明天我有半天的休息，我去黑松林包桦树皮，包够你做1个月的鞋。你一天能剥多少？5卷。你别一个人去，我跟孙大壮、钱二麻一起。青青，明天剥完桦树皮，我去黑松林深处看看。你为什么去深处？我们队上个月发现了一对狼脚印，往深处去了。最近屯子里丢了2只羊，可能就是那对狼。我跟队里申请去查一下。陆征，狼脚印多大？成年公狼，脚印有我手掌大。是一群狼。你怎么知道？书上说的，成年公狼离开狼群是因为有别的狼挑战它的位置，要么宰赶走，你带着摩尔重新脚印的深浅和频率，能判断它是单独走还是对走。你描述的是带队走的脚印，它在前头开路，这意味着至少有4到6只狼跟着。青青，你以前接触过狼？陆征，明天你去深处，别单独行动。还有，弓箭准备好，狼怕火不怕刀。我在家等你，早点回来。这11天，芥庄立了，肥窝了，桦树皮亮了，瘴也清了。开春地要种，梨要备，郊油要熬，那片盐碱地也得想法子。嫂子，打成了，梨窑、梨盘、梨碾一样不缺。入土搅对了，今天就是。嫂子，这地洞的梆梆硬怎么是？向阳那片坡连清3天，地表画了半尺，够是。牛我去周屯主家借。老陆媳妇儿，听说你要拿个南蛮子的破梨咱宁古塔的弄土？哼，这地就犁都犁不动，你那弯把子要能动1寸土，我把这梨啃下去。先掏旧梨。走嘞。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地就是犁不动。换新梨。老赵摇牛，慢些，匀速。旧梨半尺都合不动，新梨1头牛1条龙。旧梨1天1亩，这梨1天3亩。王把总，这梨您还肯不肯？这梨卖不卖？多少钱一架？给我留一架，我家也要。开春前能打出来不？都别急，一架4000银子，开春前先打10架，谁要登记排号。旧梨才2钱，旧梨1天1亩，这梨1天3亩，省下2天的牛工人工，比那2钱差价值钱，值不值自己算。这梨的样子，今天全屯都看见了，仿是挡不住的。不怕人仿？不怕，梨柔弯度，梨盘关节，看一眼能记个大概，回去琢磨几天也能仿出个木头架子。但梨波那块铁仿不了，铁料只能从城里孙铁匠那儿来。我跟孙铁匠定了长契，屯子里的铁都走他那儿，他给我抽成。谁仿我的梨，木架能自己做，梨柄那块铁还得去孙铁匠那儿买。孙铁匠卖1块，我分1块的钱。嫂子，你这是把人家他仿你的路也铺成了你自己的财路。哼，王把总慢走，梨要的话也给您留一架。嫂子，你前儿用律令怼了他一回，今儿当众又扫了他的脸，断了他的财路，这人记仇，明着不敢动你，暗地里怕是要使绊子。他要使绊子，得有由头，我不给他由头。